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充满个性又可爱的小丑围巾，使用了渐变色的长绒线，颜色从深到浅，从热烈到柔和，自然流动的色彩，就像马戏团里旋转的光，童趣却带一点诗意，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线材选用了渐变长绒线，搭配了 6.0 毫米的钩针，另外你可以多准备一点记号扣，编织的密度以及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在钩织时作为尺寸调整的参考。因为准备的线材是渐层的颜色，从外围的浅色到中心的深色，我选择从毛线中心戳出深色这一端的线头，从深色开始，接着左手绕线，左边起针，围巾的 A 面基础行141个锁针，我们将挂在钩针上的线圈稍微拉大，线圈的大小可以稍微大过钩针的钩头，挂线钩出1个锁针，第2个锁针，每一次挂线钩出后都稍微拉长一下线圈，尽量让每个线圈的大小一致。若手边有尺寸大1号的钩针，也可以使用大1号的钩针来钩织基础行，基础行决定围巾的长度。基础行结束，第1行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锁针的上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，钩针挂线，挑锁针的上半针，接着挂线钩出钩针上的所有线圈，挂线钩出第1个线圈后，可以将钩头转个方向，会更容易拖出最后2个线圈，完成一个挂线引拔针。我们可以在第1个挂线引拔针的前半针放上记号扣，以辨别它是第1针，这里也会是下一行的最后1个针目。我们挑每个锁针的上半针钩织1个挂线引拔针，第1行一共140个挂线引拔针。第1行140个挂线引拔针结束，第2行翻面，这是挂线引拔针所形成的织物纹理，它所形成的 V 字形开口会向左，此时我们看向织物的上方，这里形成的 V 字开口向右，这里是针目。这个围巾在后续往返钩织中接挑针目的后半针来钩织，后面不再赘述。第2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接着挑针目的后半针，连续钩织14个引拔针。第1个引拔针的前半针，也就是靠近我们的那个线圈，放上记号扣，以辨别它是第1针。在往返钩织过程中，它也会是下一行的最后1个针目。连续14个挑后半针钩织的引拔针。第14个引拔针结束，在有引拔针的这一端会是围巾脖子的部分，接着连续35个挂线引拔针，也是挑后半针钩织。钩完35个挂线引拔针，第2行结束，后续的针目不钩，
我们现在下个针目，也就是第50个针目的后半针，放上记号扣，方便我们在往返钩织时的第4行找到下一针的位置。第3行翻面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在起立针的这2个线圈上放一个记号扣，这个位置也是在钩织第4行时会用到。之后调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一个挂线引拔针。这是第3行的第1个挂线引拔针，第1个挂线引拔针的前半针也是放上记号扣。这一行一共钩织49个挂线引拔针。钩到上一行引拔针目的时候，上一行引拔的针目会倾向织物的后方，因此我们将它稍微向前翻，再调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。49个挂线引拔针结束。第4行翻面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调后半针，连续14个引拔针。第1个引拔针的前半针放记号扣。14个调后半针钩织的引拔针之后，35个挂线引拔针，调后半针。此时我们也用完了第2行的49个针目，接着我们要回到第1行，继续延伸7个针目。为了消除行数的高度差，因此往后延伸的第1针，我们要结合上一行的起立针，一起钩织一个消行针。钩针挂线，再穿进上一行起立针的2线圈，钩针再次挂线，穿进第1行做记号扣的下个针目后半针，接着挂线钩出钩针上的所有线圈。完成一个消除行数高度的消行针，接着在后续的针目调后半针，连续钩织6个挂线引拔针。因为向左在第1行延伸了7个针目，因此第4行结束，一共完成56个针目。而我们在第1行的下个针目后半针放上记号扣，这里就会是第6行钩织消行针的位置。第5行翻面往回钩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仍将这个锁针的2个线圈放上记号扣。如果后续你已经熟悉这个位置，那么就可以不用放。接着往回钩56个挂线引拔针，调后半针。第1个挂线引拔针的前半针放上记号扣。第5行结束。第6行翻面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连续14个引拔针之后，再连续42个挂线引拔针。
如此第5行的56个针目就会被钩完。我们再往第1行延伸7个针目，钩织1个小行针，钩针挂线，穿进上一行起立针的2线圈，再次挂线，继续穿进第1行的下一个针目后半针，最后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1个小行针。接着在第1行连续6个挂线引拔针，如此向后延续7个针目，第6行一共完成63个针目。每一次的偶数行钩织都会在第1行用掉7个针目，后续我们按文字解，每行来回的往返钩，每行的起始以所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引拔针和挂线引拔针都钩在后半针，一直到28行就会将第1行的针目用完。接着29行到30行不做针数上的变动。此时可以量一下围巾的宽度，我们可以透过30到31行的反复钩织来达到我们需要的1/2肩宽。30到31行是围巾的中心，接着我们要对称三角形的另一边，在接下来的行数逐渐递减针目。第32行连续14个引拔针以及119个挂线引拔针，一共133个针目之后，留下7个针目不钩。第33行织物翻面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起立针的2线圈做记号扣，这里会是钩织小行针的位置。接着往回钩133个挂线引拔针，在后续往返钩织中，每一次的偶数行都留下7个针目不钩。之后我们仍然按照文字解往返钩织到第57行，总针目数为49个针目时，钩织完57行，三角形的另一边会产生像这样的阶梯状。在下一行，我们要将这些阶梯状的高度差给消除。第58行，这里是偶数行，一锁针起立后，先连续14个引拔针，再35个挂线引拔针。钩织完上一行的针目之后，会遇到第一个行数的高度差，钩织1个小行针，钩针挂线，穿进上一行起立针的2线圈，再次挂线，被拉长的线圈是上一行的最后一个针目。我们向左继续穿进下个针目的后半针，接着挂线勾出钩针上所有线圈，完成1个小行针。因此前2行余下6个针目，每个针目各一次挂线引拔针。接着又遇到下一个行数的高度差，重复钩织1个小行针以及6个挂线引拔针，一直到这些行数的高度差都消除。第58行结束，第59行翻面，再往回钩每个针目1个挂线引拔针。第59行钩织结束，完成围巾的 A 面，接着围巾的 B 面。第60行连续14个引拔针以及35个挂线引拔针之后，继续钩织92个锁针。钩织锁针时，如同 A 面的基础行，将钩针上的线圈稍微拉大，再钩织锁针。92个锁针结束，这一行一共有141个针目。第60行就如同 B 面的基础行，后续重复钩织 A 面的第1行到第59行，完成围巾的另一面。每行也都是往返钩织，每行起始一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钩织的时候也都是挑后半针。因为线材的颜色是渐层的，
钩织完第一卷，接下一卷毛线时，我选择从外围的浅色接续第一团的毛线，使得颜色的过渡更自然。这是 B 面另外半部的文字解。第119行钩织结束，我们将织片翻面，使得围巾的脖子部分置于右方，线头在右上方。接着将围巾的 A 面向上折，接着将它的侧边缝合。缝合的时候，将 A 面基础行的锁针针目结合第119行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一起钩织引拔针。最后一行，一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钩针穿进 A 面基础行的锁针针目，以及第119行的后半针合并钩织引拔针，连续49个引拔针。49个引拔针结束，再次引拔断线，藏好所有的线头，将缝合后的围巾翻至另一面，使缝合的引拔针在内侧。最后你可以依照喜好为它制作一些绒球，并且将这些绒球固定在围巾三角的尖端，这样这一条俏皮的小丑围巾就完成啦。让搭配充满了个性又超级吸睛，希望它能为你的冬天带来笑容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